刚果共和国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国家。刚果共和国因流经境内的刚果河而得名。刚果河流域拥有仅次于南美亚马逊的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系统，其面积占全世界热带雨林总面积的25%。如果按流量来计算，该河是仅次于亚马逊河的世界第二大河。在非洲，刚果河长度仅次于尼罗河，在流量方面，它比尼罗河大16倍。如今，刚果河流域有2个以刚果得名的国家，这2个国家的首都基沙萨和布拉柴维尔隔河相望，是世界上相距最近的首都。为了方便区分，国际上一般会在刚果之后附上其首都名称，因此刚果共和国又被简称为刚果部。构成现今刚果共和国的最早居民是比格米人，后来班图部落逐渐取代了比格米人的地位。15世纪左右，刚果出现了若干王国。刚果人由于没有文字，因此与葡萄牙人接触之前的刚果王国历史没有被记载下来。得益于15世纪40年代里斯本的造船师设计出的轻型快速帆船，欧洲人开启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探险。驱使这些探险家前往非洲的不只是对财富的渴求。当时流传着基督徒国王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据说他统治着非洲内陆的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1482年，葡萄牙海军上尉迪奥戈·康开启了最为雄心勃勃的远航。他贴近非洲西海岸航行，当他的轻快帆船穿过赤道之后，他看到北极星从天际消失。他知道自己向南航行的距离已经超过了之前的欧洲人。一天，船周围的海水变成了略带蓝灰的黄色。凭借着水中泥沙含量，迪奥戈判断出附近有一条大河，它就是刚果河。迪奥戈上岸后，特地立柱为证，宣示了葡萄牙对该地区享有主权。除了葡萄牙外，法国也积极进行非洲殖民。1880年，一位名为布拉柴的海军中尉代表法国政府和地方土著势力签订了条约，获得了当地的统治权。布拉柴在往内陆探索过程中，在刚果河沿岸建立了一个小型基地。后来，法国地理协会以布拉柴的名字将该地命名为布拉柴维尔，它就是当今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刚果河流域强国刚果王国已经存在了至少100年。刚果王国是位于非洲刚果河河口地区的古代部落联盟，它是当地土著居民对现今刚果河下游地区的称呼。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刚果王国在16世纪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政治势力。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非洲的仅9年后，一个葡萄牙探险队被大风吹偏了航向，意外地到达了巴西。由此，葡萄牙人忘记了寻找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非洲人被源源不断地贩卖到巴西与加勒比地区。自17世纪开始，逐渐增长的需求又使更多的船长将奴隶送往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语言学家从当今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非洲裔的古拉方言中发现了刚果河河口地区刚果语的痕迹。往返大西洋两岸的奴隶贸易让刚果人口锐减。当时刚果国王是恩金加·姆本巴，他用流利的葡萄牙语口述了数量庞大的一系列信件，他将这些信件寄给了葡萄牙国王。实际上，这些史料是20世纪之前后世能够了解的为数不多的来自非洲中部的声音。在姆本巴皈依基督教后，他改名为阿方索。阿方索死后，省级和村级首领依靠出售奴隶获得的巨额财富，不再效忠于位于姆班扎刚果的政府，刚果王国的力量随之衰落。在16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之际，其他欧洲国家也加入了奴隶贸易的行列。1622年，葡萄牙军队进攻了刚果王国南部地区，经过激战，刚果军队重创葡萄牙军队。其后，刚果国王佩德罗二世希望能和荷兰结盟，共同对抗葡萄牙，但荷兰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1641年后，刚果国王加西亚二世登基，他再次提出联合荷兰打败葡萄牙，此举让葡萄牙殖民者非常生气。1665年，该地区名为姆布维拉的一个小国经历王位纷争，两派分别向刚果王国和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求援。结果，葡萄牙军队打败刚果军队，并将刚果国王安东尼奥一世斩首。此后，刚果人民奋起反抗，使葡萄牙殖民者不得不逃离刚果。
此后，刚果王国分裂出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国，这拉开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刚果内战，这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到19世纪第一个10年末，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共同瓜分了刚果王国原有的领地。为了在列强瓜分非洲的行动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利时国王决定以国家考察的名义派出一支军队深入刚果境内。当比利时军队刚进入刚果境内时，就与捷足先登的法国军队产生了矛盾。为了平衡列强的利益，1884年，15个国家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会议。经过磋商，法国和比利时以刚果河为界，瓜分了刚果。1889年，法国政府允许成立所谓的特许公司，以规避柏林条约的经济非歧视条款，并最大限度地从其控制下的人口稀少和欠发达地区获得收入。法国的统治非常残酷，任何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抵抗，无论规模多小，都会遭到残酷镇压。1910年，法国将今天的加蓬、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地区划归到法属赤道非洲。由于总督驻扎在布拉柴维尔，这让布拉柴维尔的基础设施优于联邦其他地区。最终，中部刚果公务员制度的大规模扩张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和工会网络，这在独立后成为刚果稳定的负担。二战爆发后，终于戴高乐的军队控制了法国在非洲中部的殖民地，布拉柴维尔由此成为非洲自由法国的首都。铁路的大量使用导致了新城市工人阶级的崛起，并改善了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刚果从没有任何政治，过渡到完全独立只用了14年的时间。当时争取民族解放或国家独立的运动席卷非洲。1958年9月，法国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法属赤道非洲解体，该地区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组成部分。1960年8月，刚果共和国获得独立。刚果共和国独立后，政局动荡不安。先是开国总统在1963年被亲苏派总理戴巴废除。而戴巴担任总统后，因不愿再听命于苏联，他在1968年7月被军队首脑恩古瓦比推翻。恩古瓦比担任总统后，在非洲率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创建刚果劳动党，并赋予其唯一合法政党地位。1970年，恩古瓦比将国名改为刚果人民共和国。作为非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果人民共和国照搬苏联模式，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造。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执政后，开始采取收缩战略，断绝对全球仆从国的援助，并与美国实现和解。在这种大背景下，先前靠苏联援助为生的刚果人民共和国发展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总统恩格索在1991年宣布实行多党制，并恢复原国名。4年，在刚果共和国首次民主选举中，恩格索竞选总统失利，被迫暂时退出政坛。为制止恩格索参加1997年的大选，时任总统利苏巴派军队包围恩格索在首都的住宅，试图解除他的私人民兵武装，结果遭到后者的强烈抵抗，由此引发持续4个月的内战。最终，在安哥拉的援助下，恩格索取得内战的胜利，并在同年10月再度就任总统。平心而论，刚果共和国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其中，石油以探明储量为19亿桶，天然气储量约为1000亿立方米，铁矿储量约为250亿吨，铝、锌、铜、钾盐、磷酸盐储量也相当可观。另外，刚果共和国的森林面积约为2200万公顷，约占非洲森林面积的10%，可开采木材多达300余种，产量居非洲第10位。由于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工业基础薄弱、吏治腐败、能源价格大幅下滑等原因，导致刚果共和国虽然具备发展经济的优势条件，但在独立至今60年后，刚果共和国始终没有摆脱贫穷状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19年度人文发展指数，刚果共和国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31位，位于中下等水平。截至2023年，刚果共和国的男性失业率超过20%。